我是瓜皮儿，闪电侠第2季上期回顾。佐姆抓走了沃利，白瑞用自己的神速力换回了沃利的性命。没有闪电侠的日子，佐姆掌控了全城，白瑞不得不重现一次粒子加速器的爆炸，本想拿回神速力，却因此灰飞烟灭。但白瑞并没有因此死亡，而是进入了神速力当中。神速力之外，因为冲击，杰西和沃利双双倒地，沃利却像没事人一样，杰西却停止了心跳。白瑞睁眼发现自己在儿时的家中，房间的装潢和小时候一模一样，但凶案早已发生。白瑞看到的第一个面孔是乔，亦或者说是神速力本体。再次回到心理阴影的起源地，白瑞感觉糟糕透顶。神速力给白瑞讲述他们的由来。对于体内的神速力，白瑞了解的并不是很多。一场大爆炸诞生了宇宙，而爆炸所释放出的第一颗亚原粒子形成了世界，神速力就在其中。他们见证了世界的诞生，也见证了世界的毁灭。他们是宇宙能量的衍生物。神速力给了白瑞2个选择，要么抓住它，抓住自己的力量，要么回到现实继续当个普通人。白瑞跟随着黑影追到了湖边，神速力再次以艾瑞斯的面孔出现。这些熟悉的地方并没有让白瑞感到安心，佐姆还在外面威胁着世界。他试图告诉神速力自己有多么珍惜自己的速度，他利用这份恩赐拯救了无数的生命。但其实这些神速力一直看在眼里。在现实世界，威尔斯还在想着办法唤醒杰西，他想按照斯旺唤醒白瑞的方法重试一次。希斯科和艾瑞斯到了仓库，翻出了斯旺的记录，但粒子加速器的爆炸影响到了停尸房的东尼，东尼变成了行尸走肉。威尔斯把女儿交给了亨利看守，自己则去想办法对抗诈尸的东尼。希斯科震波到了白瑞处在神速力之中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带回白瑞。威尔斯升级了一套新的设备，这样可以让希斯科通过震波找到白瑞。此时白瑞对神速力的疑问还没有得到解答，希斯科的声音出现在了神速力之中。神速力再次给了白瑞同样的2个选择，为了拿回速度拯救所有人，白瑞放弃了回家的机会，再次追随着黑影而去。希斯科的尝试失败了，东尼还在大肆破坏，但他没有伤及无辜。亨利认为东尼还存在着潜意识，他的目的很可能就是再次绑架艾瑞斯。白瑞追到了母亲的坟前，这次神速力以父亲的面孔出现，这种猫抓老鼠的游戏白瑞受够了。神速力告诉白瑞，虽然你拯救了无数的人，去过无数的地方，但你从未来过你母亲的墓碑前。一切事情的起因全部都是因为诺拉的死。神速力知道白瑞一直没有真正接受现实，一直没有接受母亲的死，回到墓碑前只会让痛苦的记忆重新浮现在眼前。白瑞起身继续向下一个黑影追去了。此时艾瑞斯已经把东尼吸引到了实验室里，希斯科提前准备的武器毫无卵用，所有人一起躲进了地下室，东尼也正拿着无情铁手无情砸门。白瑞追随着黑影再一次回到家中，但这次神速力的面孔是他的母亲。神速力伴其他人都让白瑞感觉到不真实，在母亲面前，白瑞放慢了速度，耐住了性子。诺拉告诉白瑞，只有接受了他的死亡，白瑞才可以真正意义上的奔跑。这些白瑞何尝不知道呢？他只是太思念自己的妈妈了。神速力告诉白瑞，你的妈妈一直都以你为豪，这也是神速力自己的想法。诺拉给儿子读着小时候白瑞最喜欢的故事，这个故事白瑞听过无数遍，从没有感到厌倦。小恐龙和妈妈的故事也让白瑞准备好接受现实了，准备好回去继续奔跑。他没有去追黑影，而是抓住了黑影。黑影也正是白瑞自己。现实世界，东尼已经威胁到了他们的安全，艾瑞斯决定让希斯科把自己带入神速力。这次白瑞已经放下了心中的顾虑，临别前妈妈说出了那句必胜台词 Run, Barry. Run. 伴随着艾瑞斯伸来的手，白瑞回到了现实。没有时间庆祝白瑞的回归，因为他们马上就要被东尼削死了。白瑞带着艾瑞斯引走了东尼，然后使出自己的拿手好戏，让东尼彻底安息了。杰西依旧没有苏醒，白瑞走过来握住了他的手，神速力流入了杰西体内，杰西也慢慢睁开了眼。大家对白瑞的神操作还是一脸懵逼，威尔斯却是猜出这和神速力有关。重获新生的白瑞变得比以前更加乐观了，亨利也打算一直陪在儿子身边。白瑞来到了母亲的墓前，留下了自己最喜欢的故事集。另一边，佐姆还在圈养着凯瑟琳，但佐姆给了凯瑟琳一个选择，如果他回来后凯瑟琳还在，就是选择了自己；反之的话，他会在下次见面时杀死凯瑟琳。而佐姆已经招募了大批变种人小弟，准备席卷整座城市。所有警察集结起来对抗变种人，可他们毕竟只是普通人。还好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白瑞一夜之间平息了这座城市的所有暴乱。第二天，凯瑟琳果然选择了自己的伙伴，这就意味着佐姆也会对他下杀手。被圈养的这段时间，凯瑟琳遭受到了巨大的精神折磨。白瑞一点一点地把最近的事情讲给了凯瑟琳听。黑海妖突然吹到了蒂娜的实验室，希斯科本来想劝一劝最近盲目乐观的白瑞，却一瞬间震波到了一只死掉的鸟，这让他摸不着一点头绪。蒂娜被困在了大楼内，白瑞及时赶过来救出了蒂娜，而他早就知道白瑞就是闪电侠。消失了几天的沃利一直都在依靠着自己的力量打击罪犯，幸亏乔早就发现了儿子的不对劲儿，要不然沃利今晚就要去世。
沃利只想让闪电侠知道自己这条命值得被救出来。另一边，白瑞把蒂娜的实验室的黑匣子翻了出来，这里面记录了水星实验室的所有数据。还没来得及查看呢，佐姆就公然挑衅闪电侠。白瑞自从走出神速力之后，就变得无所畏惧，不听父亲的劝，直接跑过去找佐姆。佐姆想和白瑞谈谈条件，白瑞是如何恢复速度的，让他很感兴趣。他们有着一样的童年遭遇，却走了相反的道路。佐姆想让白瑞变成像他一样的人，而他也清楚地知道白瑞的弱点就是家人。谈话间就派黑海妖再次袭击了城市，但这次白瑞根本来不及赶过去。现在搞不定所有残留的变种人，就没办法对抗佐姆。既然他们都来自地球2，那就用地球2的频率制裁他们。希斯科再次震波到了鸟，但这次死了一大片。乔找到白瑞，想让他劝劝沃利。这个中二少年只有闪电侠能拦得住。当晚，白瑞就找到了准备打击罪犯的沃利，但沃利的正义打动了白瑞。黑海妖吸引走了白瑞，黑海妖就是奥利弗死去的前女友，不过他是来自地球2的二重身。分心的白瑞被黑海妖的喊叫声吵到耳鸣，大脑一阵昏厥，挨了一顿胖揍。好在沃利一路尾随白瑞，一手逮家伙救走了闪电侠，这也让白瑞对沃利另眼相看。他认为乔应该试图去理解沃利。佐姆有着自己更大的计划，黑海妖只是他吸引闪电侠注意力的一颗棋子。经过不懈努力，威尔斯和希斯科终于设计出了一套专门对付地球2变种人的设备，这也多亏了哈利的帮忙。杰西和威尔斯只要带上耳麦就能够抵御伤害，白瑞需要做的就是围绕全城急速奔跑，创造一个隔绝立场。此时的黑海妖已经开始吸引闪电侠的注意力，吸引来的却是逆震波和冰霜杀手。事实他俩就是希斯科和凯瑟琳假扮的，为了就是给白瑞拖延时间。尽管演技逼真的亚痞，但是希斯科犯了一个错误，逆震波是左撇子，白瑞已经创造了结界，黑海妖准备杀人灭口，希斯科一害怕使出了波动拳，声波开始在全城反复横跳，佐姆和变种人全部都受到了伤害，被迫回到了地球2。杰西的耳麦忽然失灵，威尔斯忍着痛苦把耳麦给女儿带了上去，自己却晕倒在地。黑海妖被关进了超能监狱，警方也夺回了警局的控制权，大家享受着这份短暂的和平。沃利的英雄举动让乔感到很欣慰，只是他不知道闪电侠就坐在他身边。就在这时，希斯科又一次震波到了死去的鸟，紧接着就是地球2的末日场景。希斯科再次遇见了未来，还没反应过来，佐姆就挟持了亨利。白瑞想都没想就追了过去。这一刻，沃利也终于明白白瑞就是闪电侠。佐姆一路把白瑞带去了曾经失去母亲的地方，亨利做好了必死的准备。亨利只告诉儿子，父母会永远爱他，说完就被佐姆夺去了生命。在同样的地方，白瑞失去了双亲，刚刚从神速力中获得的勇气在这一刻全部消失了。他只能抱着父亲的尸体无助地流着眼泪，等了15年的陪伴被佐姆亲手夺走。白瑞把心中的怒火全部朝着佐姆发泄了出去。追击过程中，佐姆又一次创造了时间残留，白瑞抓着时间残留暴打一顿，全都是想要他的命啊！但结束佐姆性命的人却是佐姆自己。白瑞还是没有决心杀人，这次他彻底输给了佐姆。亨利被安葬在了诺拉的身边，白瑞连说出致死的勇气都没有。乔替他完成了仪式，白瑞只在父亲的墓前发誓会干掉佐姆。沃利过来安慰白瑞，也感谢了白瑞所做的一切。佐姆已经有实力自己打开传送门，平行宇宙之间他可以来去自如。白瑞几乎感受不到生活的希望，他本以为自己终于接受了母亲的死，可刚刚放下过去，父亲就死在了自己的面前。有那么一瞬间，白瑞都想穿越过去改变历史。佐姆主动找上了门，他的目的就是成为最快的极速者，所以他要和闪电侠拼一拼速度，谁快谁就能决定生死。如果不比，就再杀一个白瑞的家人。威尔斯终于调查出了水星实验室丢失的是什么，一套脉冲仪器，被加以利用的话，将会是一个足以毁天灭地的武器。佐姆想要赛跑的原因也就在这儿，他和白瑞产生的动能将会给仪器充电，释放的能量可以毁灭整个地球，这就是希斯科震波到的未来。但佐姆不仅仅想要毁灭地球2，他拥有开启传送门的实力，他的目的是毁灭所有的平行宇宙。白瑞已经决定要去和佐姆赛跑，不管去不去都会死人，白瑞只能尝试一下。可他现在的情绪非常不稳定，刚刚遭遇了丧亲之痛，为了保险起见，威尔斯打晕了白瑞，把他关进了超能监狱。他们准备靠着自己打败佐姆，这是保护白瑞最好的办法。首先他们要引出佐姆，凯瑟琳就是最佳的人选，并且寻找时机让希斯科把他传送回地球2，然后毁掉脉冲仪器，就大功告成了。不过凯瑟琳忘了一件事，他上次逃走之后已经失去了佐姆最后的一丝爱，这次佐姆决定杀死凯瑟琳。幸亏这是全息投影，威尔斯趁机控制住了佐姆，希斯科则打开了传送门，乔的减速枪却掉了链子，他只能亲手注射到佐姆的体内，也顺势被带到了地球2。希斯科尝试了无数次震波，企图寻找到乔，但毫无线索，计划彻底失败了。沃利得知父亲被活捉之后几乎崩溃了，而白瑞还被他们关进了超能监狱。沃利想要救回父亲，但计划开始之前，所有人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，不管谁被抓走或者死亡，都不要再次打开传送门，
乔被抓进了秘密基地，和铁人成为了邻居。佐姆给他讲了铁人的故事，他成为佐姆之后，很快征服了地球2。为了征服更多的地球，他注射了终极9号，因此获得了突破次元的速度。直到有一天，他找到了铁人，或者叫他杰加里克，杰是地球3的闪电侠，现在成为了佐姆的战利品。终极9的副作用很快显现出来了。为了活命，佐姆企图控制神速力，但神速力不喜欢被掌控，于是时间亡灵开始追杀佐姆。而他现在躲过了亡灵，最后一步就是摧毁所有地球，只留下地球1当做自己的据点。另一边，沃利偷偷放出了白蕊，只有他才能把乔带回来。事到如今，大家必须相信白蕊，他们没有别的选择。西斯科把白蕊带进了震波当中，和佐姆约定了比赛，条件就是毫发无损的带回乔。比赛场地就是脉冲仪器的上面，所有人一起陪着白蕊，要么一起赢，要么一起死。胜负判定很简单，仪器充满电则佐姆赢，除非白蕊在此之前打败佐姆。由于仪器启动后就无法停止，白蕊只能去试一试。只可惜佐姆说错了台词。两个人飞快围绕着仪器奔跑，脉冲已经开始充电了。突然，白蕊也带出了时间残留，时间残留救走了乔，并且开始反向围绕脉冲奔跑。白蕊则开始痛击敌人，时间残留想抵消脉冲，就必须要牺牲自己。随着奔跑，时间残留化成了灰烬。而白蕊给了佐姆一套咏春拳，彻底打败了佐姆。他并不准备杀死佐姆，因为时间亡灵会给佐姆应有的惩罚。白蕊给沃利解释了自己的操作，他回到几分钟前说服了自己，而另一个白蕊也甘愿为大家牺牲自己。他们也把铁面人杰带了回来。拆下面具后，所有人都惊呆了，因为他正是白蕊的父亲，亨利的二重身。难怪亨利曾经说自己的母亲也姓加里克。白蕊一个人躲在了角落流泪，这个人长得和自己爸爸一模一样。杰拆下面具后，恢复了自己的神速力。钢盔是佐姆的，但钢盔代表了的希望代表了闪电侠。杰打算延续这个希望，想要回到地球3并不简单，这个任务就要交给威尔斯解决。他终于要和女儿回家了。杰带他们回到了地球2，一切仿佛恢复了正常。白蕊却成为了牺牲最大的人。艾瑞斯想和白蕊一起面对，他对白蕊的爱已经进化到了爱人，但白蕊心里早就有了自己的打算，他决定回到过去，逆转未来。白蕊放弃了现在的一切，重新回到了儿时那晚，赶在斯旺出手之前打败了他。当他回过头去看1年前穿越的自己时，只看到了一个渐渐消失的笑容。白蕊成功创立了闪点悖论，一个崭新的时间线就此诞生了。闪电侠第2季到此就结束了，我是瓜皮儿，有缘第3季见。